宋琦找到我时，我正在猪圈边喂猪时。10年前，我是仙门第一美人，却愿意答应他这个外门弟子的求婚。如今他是半步化神的仙人，而我却早早嫁给了一个凡人杀猪匠。没想到一剑动九州的流光仙子，真的自甘堕落，成了下九流的杀猪娘子。你若有意，我倒可以勉为其难带你上天，做我府中的婢女，比在这伺候牲畜可好上千倍。我没理他，毕竟我那魔教圣女的女儿昨日刚拆了他的仙府，仙门第一公子的儿子刚接到肃清宗门的追杀令。宋琦赖着不走，我抄起手边的杀猪刀便朝着他丢了过去。宋琦闪身躲过，面露不屑：蝼蚁妄想与天斗，不自量力。他话音刚落，就已经用术法将我牢牢禁锢捆缚了起来。你误入歧途，如今又是废人之身，本不配再回云灵宗。可师娘昏睡多年，一稍醒转，惦记你的紧，师父不忍她伤心，这才让我带你回去。想到疼我入骨的师娘，我挣扎的动作一致：你放开我，我自己会走。宋琦却充耳不闻，他环视一圈狭窄却布置温馨的小屋，语气悠悠：你那个杀猪匠夫君呢？我懒得理他，他便自顾自道：你堕落至此，竟让我有些不忍心了。福烟，我当年的话依旧作数，你求求我，往后让你留在宗门也不是不行。留在宗门做你的宠物，苏妙音的洗脚婢吗？我看着宋琦，他面容清秀，气度不凡，当了几年宗门接班人，身上威压更甚。脑海中不自觉浮现出当年我刚从魔域浴血归来，他却联合众人设计囚禁，斩我灵骨的场景。当年师父与血魔缠斗时伤了心脉，要生长在魔域的冰晶血莲为药引。知晓后，我连夜收拾行李，在魔都边界打听了足足2个月，才摸到魔域的入口。之后又同里面镇守血莲的魔物苦战7天，浑身上下鲜血险些被吸干，拼死提着一口气回到宗门。可服药转醒的师父却走火入魔，险些爆体而亡。关键时刻，在场唯一一个凡人苏妙音自告奋勇将魔气引入自己体内，而我成了试图谋害宗主的声明就此传出。宗门上下围攻，当时重伤垂危的我，却还是险些被我逃走。后来是宋琦借着往日情谊迷惑偷袭于我，又和师父魏君止一起一刀一刀划开我的身体，拿走了我的灵骨。江福烟，幸好有妙音救师父，如今斩你灵骨度于他，也算是你将功赎罪了。灵骨被剔的剧痛根植于骨血里，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寒噤，真疼啊！宋琦将我强掳上了云灵山，念着师娘，我没有挣扎反抗。10年不曾回来，山上一如往昔，山门结界可阻挡外人。我早被云灵宗除名，又是凡人之躯。过结界时，宋琦压根没管我，任由我受结界攻击，呕出一口鲜血。我就以这般狼狈的姿态见到了苏妙音，她一身纯白流光裙，正在指导几个新入门弟子的剑招，行走间飘然若仙，出尘的模样和当年那个怯懦又带着土气的凡人女孩判若两人。师姐寄回来了，便参加完我和齐哥哥的婚礼再走吧。言语温柔，仪态大方，一点也没有当了小偷的心虚感。他随意换来一个洒扫的小婢子，带我去客房。身后宋琦面对他时，声音里多了几分笑意和温柔。我已经将我们大婚的请帖亲自送到了玄天宗和云霄殿，他们承诺会出席我们的婚礼，尤其是云霄殿的墨恒仙君说会亲自前来。为了我们的婚礼，齐哥哥你费心了，竟然请到了如此人物。这2人甜甜蜜蜜，倒像是刻意说给我听的。若是从前，我心头可能还会起波澜，可如今他们在我眼里都不及家里那盆猪食有用。我收拾了一番，傍晚时分才见到了师娘。当年我被莫须有的罪名加害的时候，师娘便已经病入膏肓，逃下山前，我甚至都没机会见她一面。如今再见，我看着躺在床上形同朽木，动不了也说不出话，只是看着我不停流泪的师娘，眼眶忍不住红了又红。昔日恩师魏君止坐在床边，看到我，他冷漠地别开眼。看过师娘后，苏妙音非要我在山上再多停留几天，参加完她和宋琦的婚礼再走。师姐如今没了灵骨，怕是连山门结界都过不去，还是等婚礼结束，让齐哥哥送你下山吧。他言语之间充满了胜利者的炫耀。家里还有事，我本不想再待，可当晚我收到了儿子派仙鹤送来的一封信。阿娘，听闻你上了云灵宗，你身子尚未大好，闯关下山得不偿失，不如就在山上待着，我不日便到，届时带你一同离开。另有份大礼，已先我一步上路。当年我被挖了灵骨丢下山门后，阴差阳错被我那杀猪匠夫君所救。后来我又捡回来一个半大小子和一个小姑娘。半大少年名叫陆少恒，他容貌俊秀，可眼中多阴翳，不怎么爱说话。小姑娘随了我姓，取名江黛欢，天资聪颖，活泼烂漫，惯爱捉弄人。孩子长大后闯荡江湖去了，10天半个月才寄回家一封信，若我没记错，好像同云霄殿有些关系。而我那杀猪匠夫君前些日子说他有一桩买卖要去玄天宗一趟，自此出了门便没了消息。他拳脚功夫了得，可终究是个凡人，若是得罪了那些仙门伪君子，可如何是好？我本担心他们想早点回家，可少恒这封信让我勉为其难先留在这儿。为了这场婚礼，云灵山上一片喜气洋洋，我置身此地显得格格不入。好在少恒的贺礼来得很快，我听到消息赶到时，宋琦和苏妙音连带着师傅也一道在山门处迎接。看到我，宋琦皱了皱眉。云霄殿庆贺我和妙音的婚事送来大礼，你来做什么？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当真反省了一下，是不是自己搞错了？可根据少恒信上的时间，他给我准备的礼物当也是今天到才是。见我不说话，宋琦眼底闪过戾气，就要冲我施展法术，只是被苏妙音拉了一把。齐哥哥，大喜的日子莫要生气，师姐嫁给了杀猪匠，怕是没见过这般万宗来贺的场景，更何况这还是大名鼎鼎的云霄殿。
只怕师姐巅峰时期都不曾入对方眼，便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让师姐长长见识吧。你总是这般善良。说着，眼神厌恶地扫了我一眼。师傅也看着苏妙音赞许的点点头。听闻这次贺礼是莫恒君亲自遣人送来的，其儿你和妙音何时与莫恒君有了这般私交，为师竟不知道。宋琦说不出话来，倒是苏妙音垂下头，温柔浅笑。有一次在西蜀除魔时，与莫恒君有过一面之缘。他说我同他异母气息相像，约莫是因为这个吧。还是你气质温和，惹人欣喜的缘故。我看着他们一唱一和，想到邵恒，眼底漫出些许笑意来。远远看去，云霄殿送礼的仙人白鹤立时便要到了。宋琦握着苏妙音的手，理了理衣服，领口下摆，昂首挺胸，眼底的激动藏也藏不住。莫恒君向来有仙门第一公子的美誉，有他这份亲送的贺礼，我们的婚礼不知要增色多少。苏妙音也难掩激动之色，目光期待着看着那送礼的一人一鹤落到面前，可对方却直直忽略了苏妙音等一干人，径直朝我走来。小仙拜见流光仙子，听闻您今日生辰，莫恒君特令小仙给您奉上薄礼一份，上古时期真龙龙骨制作而成的龙银鞭，对断骨接续大有益处，仙子快收下吧。宋琦瞪大了双眼，横过身子挡在我和里乌龙银鞭之间。仙人，莫恒君是否弄错了？怎可能是他？送礼被人打断，那小仙轻轻啧了一声。云霄殿高高在上，即便宋琦是云灵宗的天之骄子，对方也不怎么放在眼里，不是流光仙子还能是谁？期待落空，宋琦好似被人打了大大的耳光，一时脸上挂不住，面目都变得狰狞了。我和妙音大喜，这礼物本应是给我们贺喜的才对。他说着想到什么，回头来瞪着我。你施了什么妖法？云霄殿的贺礼怎么会给你这个废人？邪魔歪道，当年果然不该留你一命。他说着，竟指尖画出长剑来，欲取我性命。送礼的小仙蓦地抬手制止，面色冷然。请问宋公子同我家公子交情几何啊？非得找我家公子巴巴给你送份大礼？宋琦面色难看，不只是被人下了面子，还有他堂堂元婴修士，竟然连一个送东西的小仙都能轻易拦住他。那他又和你家公子是什么关系啊？那小仙笑了。流光仙子乃是我家公子的义母。说着，他对我做了个请的动作。仙子，收礼吧。金红相间的长鞭光滑流转，是个不可多得的宝贝。我拿到手里，背上的脊骨好似有了感应一般，热烫起来，隐隐的，竟好像有龙吟声从我体内传来。不过只是瞬间便消失了。送礼的小仙还要回去复命，他刚一离开，我的耳边便响起苏妙音的哭声。师姐，多年未见，你此番是专门来让我和齐哥哥丢脸的吗？我简直想骂他一句蠢货健忘，不是你们硬把我带回来的吗？苏妙音眼底7分委屈，3分不忿。倒是师傅看我的眼神变了又变。你是何时结识的莫恒君？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瞒着我们。我不想说话。宋琦见状，气怒交加。江福燕，你别忘了云灵宗与你有100年教养之恩。是100年教养，可我不是已经用一身修为和身上最重要的灵骨来还债了吗？见我眉眼越发冷淡，师傅嗓音柔和下来。福烟啊，莫恒君可是九州仙门这一辈的翘楚，听闻他有一套独家的修炼秘法，这才助他短短几年修为便横扫同辈。你既然和他是故旧，不如讨了这新法来。咱们云灵宗若是能就此发扬光大，再迎你回来，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早在他面目狰狞替我灵骨的时候，我便对这个师傅不抱有期待了。可如今听到这种话，我还是觉得震惊。世间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实在懒得同他们再多话，我连少恒也不想等了。左右等回了家，他想见我也能找来。我转身欲走，苏妙音却柔柔开口：师姐肯定还是在怪我，怪我当年身子弱，以魔气入体后，只能借师姐的灵骨来助我渡过难关。虽说是师姐一念之差，先做错了事，可心中肯定是不情愿的。他话音落下，宋琦已经等不及跳了出来。如何能怪你？这么多年你背负着这副灵骨，惩凶除恶，庇佑百姓，甚至短短10年便快要修炼至化神境，便是他将福烟自己也没有你这般的悟性。要我看，你比他更适合这具灵骨。苏妙音却已经落下泪来。你再怎么说也难平师姐心中郁气，不如师姐打我一顿出出气吧，莫要再和师父师兄离心了。苏妙音一脸的自责。过了片刻，魏君止突然开口：若是你心中实在对当年的事难以释怀，那不如你和妙音比上一场吧。想必到时候你会心甘情愿知晓谁才是最适合这副灵骨的人。他这话说的很是勉为其难，好似那灵骨不是我生来就长在身上的，而是这云灵宗恩赐我的，从我身上挖走，还是我占了天大的便宜。为求比试公平，苏妙音主动封了身上灵脉。师姐剑法超群，我仅练习10年有余，比试剑法
应当不算欺负师姐吧？我看着他手里从前属于我的流光剑，再掂了掂我手中的凡尘铁剑，我笑了，随手将剑丢到一旁，拿出一把杀猪刀来。台下从前被我教导过的一个众师弟妹们顿时发出哄堂大笑。他拿了个什么鬼东西，竟敢在流光剑前丢人现眼？这种货色，若是能赢妙英师妹的流光剑，那我往后不修仙了，改杀猪。苏妙英眼底有鄙夷和得意一闪而过，下一秒，她身姿轻盈，拔剑朝我而来。我静静站在原地，眼看剑尖离我仅有1寸，下一刻就要刺中我的眉心。我脚下轻移晃动，步伐变幻莫测。此时，从场外朝台上看，别人能看到的大概只有我一个残影。得益于这些年给邵恒当陪练，没有灵力，我也能做到移形换影。台上卷起一股狂风，将我和苏妙英包裹其中。只听当的一声金石碰撞的脆响，下一秒，狂风骤止。我的杀猪刀抵在苏妙英的脖子上，而原本在她手里的流光剑，不知何时已然易主，乖巧地躺在我左手掌心。台下不知是谁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接着是此起彼伏、不可置信的抽泣声。怎么可能？江福烟肯定是作弊了。刚才台上那股妖风，说不定他早已经入了魔。那步伐分明不是普通人能施展出来的。妙英师姐怎么会输给他一个废人？这不可能！我听着这些窃窃私语，瞥了一眼台下。这套刀法是我追猪练出来的，你们的妙英师姐倒是比猪好追多了。宋妙英鬓发凌乱，面色狼狈。听闻此言，面色霎时间爆红，眼底满是屈辱。我看着他，心中倒也没什么畅快的感觉，只闪过4个大字：暴殄天物。蠢货终究是蠢货，就算偷了我的灵骨，也难成大器。好半晌，在周遭无数的议论声中，宋妙英忽然语气哀婉又惊喜：灵骨没有被禁术剔除，这本是喜事一桩，师姐为什么要隐瞒，还做出远走宗门的假象？这不是背弃师尊和列祖列宗吗？他话音落下，满座哗然。什么？灵骨没剔干净？难怪江福烟还能这么厉害，这不是耍诈吗？我都忍不住要给苏妙英鼓掌了。他这脑袋瓜子转得倒是快，这么快就给我又挖了一个坑。宋琦已经飘然落到了台子上，和苏妙英四目相对，皆是算计。台下不知谁大喊了一声：当年为了免剔灵骨，江福烟伤了不少同门，剔灵骨既为救人，也是惩罚。既然没剔干净，理应再剔一回。这人躲在人群里，可说出口的话却一呼百应。对，再剔一回。他见云灵宗的，就应当做个废人。众人看我的眼神和10年前那晚一样，带着血色的疯狂。偶有不同的声音，也很快被压了下去。世人皆爱天之骄子坠落凡尘的戏码，修仙者也不例外。可见我当年在云灵宗属实瞩目了些。这些人心中的恶念被我的光芒所照，赤条条无所遁形。宋琦看着我，眼底嫉妒和恶意丛生。难怪妙音这些年总说修炼尸灵骨隐隐作疼，当年受的伤也没能大好。罢了，那就再踢一次吧。我看着眼前的青年，少年时一同下山斩妖除魔，当年看着我眼底满是温情和笑意的男人，不知何时变了模样。是我第一次比试中打败他，还是我先他一步境界跃升？亦或者我的灵骨天生有一节晶莹如玉，而他全身上下都平平无奇？嫉妒杀死了秦毅，让当初的少年面目全非。在一片叫嚣声中，宋琦握紧手中长剑，缓缓朝我走来。这是我们师门内部的事情，便是莫恒君今日在场，也没有智慧的余地。当年便是他和魏君芷联手，将我的灵骨踢了个干净，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踢没踢干净了。今日不过是在找个借口，让我万劫不复，再行夺宝之事罢了。邵恒送我的龙吟鞭，可真是眼馋死他们了。我如今的身体，再被他们剖肉剔骨，只怕会死得不能再死了。眼下我没其他办法，只能玉石俱焚，拖个宋琦和宋妙英一起死，想必不算太难。打定了主意，我刚想动手，正对擂台的山门处，却忽然传来一个低沉悦耳的男声：诸位先知请让让，我来接我娘子回家。我一怔，抬眼间正对上一双如幽深熟悉的眼。刚才心头铺天盖地的杀意和戾气，忽然如潮水般退去，嘴角不自觉扯出来一点笑意。我再顾不上理会那群狗东西，脚下一动便落在了沈寂身边。你怎么来了？眼见她漂亮的眉眼间带着几分风尘仆仆，我有些心疼。这趟累坏了吧？她轻轻握住我的手，虽面无表情，语气却一如既往的柔和。还好，回家没看到你，听葛大娘说你上山了，便跑来看看。她将上山2个字说得太过理所当然，以至于我一时忘了山门结界的事情，也没意识到她一个凡人此刻压根不该出现在这里。上山可有急事？事情办好了吗？不过是上来看看师娘，已经看完了。沈寂在山下捡到重伤垂危的我的遭遇也并未隐瞒他。他抿唇露出一丝笑意。那我带你回家。沈寂与我旁若无人，将云灵宗众人忽略得彻彻底底。直到苏妙音开口：喂，我们还在这儿呢，擅闯云灵宗者，杀无赦。我这才意识到问题所在，看着沈寂。对了，你是怎么上来的？他没有说话，倒是有个看热闹的小仙娥盯着他不错眼。这人真是杀猪匠吗？比向来自诩相貌英俊的大师兄还要好看数10倍，哪有杀猪匠长这么好看？
这话像一颗石子落进平静地湖面，激起无数窃窃私语。的确，我当初重伤后第一次睁眼，也曾被沈寂的相貌惊艳了一瞬。她长了一张出尘若谪仙的脸，虽不苟言笑，但却心软善良。嫁给他，除了有几分对仙门的心灰意冷，更多的还是因为他长得实在太好，对我也太好。长得再好看，也不过是个杀猪的，怎么你也想嫁？宋琦扫过说话的小仙娥，将对方说的又羞又囧，捂着脸离开了。宋琦上下打量了沈寂一眼，眼神轻蔑而高傲。区区凡人，钻了山门结界的空子，我一指头就能捏死他。说罢，他捏诀朝着沈寂走去，眼神却看着我。江府嫣，你若是乖乖听话，我便放了你这个废物夫君；不然的话，我顷刻便叫他灰飞烟灭。我心头一凛，愤怒几乎瞬间点燃了我的理智。以我如今的能耐，就自己都勉强，只能闯出一条同归于尽的绝路。我死无所谓，可沈寂不能死。他是个普通人，一生本就短暂，没道理要受我连累。我咽下心头翻滚的恨意，咬紧牙关。此事与我相公无关，放他下山，我任凭你们处置。见我妥协，宋琦眼神却瞬间变得狠厉。江府嫣，你竟为了一个俗世男人妥协？你当年被天灵谷拼死，也不求我的骨气呢。他眼神凶厉之色翻涌，一甩袖，铺天盖地带着杀意的灵气朝着沈寂而去。我想也不想，躬身挡在沈寂身前。可下一秒，那股灵气却在触碰到我的身体之前，猛然转向，似有排山倒海之力朝着宋琦反弹回去。在场众人眼前一花，宋琦已经倒在地上，呕出一大口鲜血来。他这一下被伤得不轻，手都抬不起来，只是震惊地盯着我和沈寂的方向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而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下，身侧握着我手、一身粗布麻衣的沈寂忽然变了副模样，锦衣玉冠，叠谢玉带，除了那张脸，他全身上下哪儿都不一样了。这便是云灵宗的待客之道。他说话的语气分明也没变，可却好像带了穿云破石的力道。下一秒，魏君只凭空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里。不知是玄天宗宗主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他腰快弯到地上了，整一个卑躬屈膝。宋琦傻眼了，苏妙英和在场的其他人也傻眼了。师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很想知道，为什么我的夫君一下子从杀猪匠变成了玄天宗100年前一剑动九霄的天才沈寂。听闻几日前，玄天宗上一任宗主驾鹤飞升，这位天才成了新的宗主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他第1把火来烧云灵宗来了。魏君只诚惶诚恐，勒令宋琦狠狠给沈寂和我赔礼道歉。宋琦脸涨成了猪肝色，却不敢说一个不字。玄天宗啊，和云灵宗比起来，是真正的仙门大派，他惹不起。我压根不在乎他们道不道歉，只盯着眼前的人看，忍不住狠狠拧了他一把，脸色也拉了下来。见我如此，沈寂颇有些无措。不是故意骗你的。这个活了100多岁的老男人，认起错来，语气倒像个孩子般可怜。我心里憋着一股气，嘴上也说不出好话。原来玄天宗宗主也搞露水情缘这一套，我一身废骨，高攀不起你这天之骄子，就此别过。想必看在沈宗主的面子上，现在这山上也没人敢拦我。眼前的男人眼神一寸寸冷了下来。我看你这张嘴，迟早要气死我。话音未落，男人已经整个附了过来，密不透风的吻将我牢牢禁锢在他怀里。我毫不客气咬了沈寂一口。小没良心的，得知你被带上了山，我参加完继位大典便匆匆赶来了，竟还咬我。我毫不客气又抓着他的手腕一口咬上去，恨恨瞪着他。是你骗我在先，而且一骗就是10年。沈寂叹了口气，无奈地看着我。若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你定会连夜跑得远远的，是与不是？我沉默了。的确，早知道他是修仙之人，我当初一定离他远远的。不想认输，我咬牙。可你中间分明有很多机会跟我坦白。我坦白了，你不跑。我再次沉默。沈寂则又叹了口气。我早已备好聘礼酒席，连求亲迎娶的队伍都提前上路了，就等继任大典之后，邀请9州仙门来参加婚礼。他语气里落寞太重，我莫名就有些心软。他又低声道：喝了我10年的龙骨凤髓汤，还想跑？我瞪大双眼。龙骨凤髓汤？你不是说那只是猪骨汤吗？我立马想到，这得多灵的猪熬出来的猪骨汤才能接续被斩断的灵骨。短短10年，我的灵骨已长出一大截，假以时日，或许能恢复当年巅峰状态。要猪骨汤真有这般疗效，只怕猪都要成神了。我从前还以为是我天赋强，现在看来，原来是有人在我背后默默砸钱。龙骨凤髓听起来就很贵，心虚促使我扯了扯沈寂的衣袖，指尖瞬间被拢进了一个宽厚温暖的手掌心中。不等我问，沈寂主动道：我知道你不想待在这里，不过这场婚礼特殊，咱们那心心念念的女儿也会来，所以我们再留一段时间，可好？我一怔，戴欢一直是我们家的一个伤口，3年前一别之后，他再也没来见过我。若是有机会再见到他，那这个婚礼我愿意参加。可几日过去，婚礼在即，我也没能见到一对儿女。
婚礼当日，看得出魏君只是真的疼爱宋妙英这个弟子，竟打造了一辆流金结彩的婚车，由昆仑山的9色玄鸟拉车，远远看去华丽而又震撼。婚车要让云灵山一圈，我跟着沈寂坐在主位，清晰地看到，在经过后山的云廊仙境时，骑在9色玄鸟背上驾车的车夫一脸惊恐，竟站起身来，一脚踩空，从鸟背上掉了下去。车夫也是有修为傍身之人，按理来说根本不会发生踩空这种意外，我心头涌起不好的预感。下一秒，冲天的黑气从云廊仙境涌出，直冲天际。苏妙英乘坐的婚车首当其冲被黑气整个掀翻在地，那不是什么普通的黑气，那分明是魔气。早在车夫掉下去的时候，坐在我身侧的沈寂便起身御剑飞了过去，临走前他往我身上拍了个诀，再次等我，莫要乱跑。当晚我都没等到沈寂。婚礼第2日，我听闻姗姗来迟的莫恒军人还没落地就被那团魔气裹了进去，大家都传魔族狡诈，趁着这次云灵宗办婚礼，意欲将9州仙门一网打尽。可我手里却捏着一封从魔域深处传来的密信：阿娘，保重身体，勿念勿想，等我补你一份生辰大礼。张牙舞爪的字体，除了一向调皮的戴欢，没有别人了。我提着的心稍稍松了些。从前这3人就时常喜欢弄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惊喜逗我开心，如今竟然连仙魔2道都开始包进惊喜里了。除了一句出喜，我还真想不出别的词来形容。沈寂和陆少恒深陷魔域的第5日，我身上的限制解除了，我刚想前去查看情况，可下一秒就被捆仙索严严实实捆了起来。几日未见的宋琦和魏君芷忽然闯进我所在的客房，眼角眉梢都是得意。江福烟，你真当沈寂无所不能？我告诉你，他和陆少恒都被卷到了魔域深处，就算侥幸逃脱，还有魔尊楼渊守着，他们2个一个也别想活。我眉心皱起，宋琦见状忍不住大笑出声。他们是宗门天才地宝砸出来的天才，若是我有同等的资源，未必不如他们。这次9州仙门精锐折进去一大半，幸好师父有先见之明，以主持大局为由，护住了云灵宗的大半弟子。你看着吧，等那些人都死了，仙门定会重新洗牌，到时候我们云灵宗定能一跃成为第1宗门呢。妙英昨日同几个魔物对战，眼见就要突破化神境，江福烟，你把你的龙吟鞭交出来，帮助妙英突破境界。到时候等沈寂和陆少恒都死了，云灵宗也可勉强给你一条生路。事到如今，我已经对他们的厚颜无耻习以为常了，可想到沈寂和陆少恒他们，我仍旧忍不住指尖颤抖。各大仙门都在为阻挡魔族浴血拼杀，只有你们这些蝇营狗苟之辈，躲在人后如同阴沟里的老鼠，只等着踩着别人的尸首上位。你们当真以为其他仙门英豪，你们就能做人上人了？做你们的春秋美梦去吧！膝盖猛然一痛，我强忍着没有跪下去。宋琦冷哼一声：你就嘴硬吧，既如此，等魔族打上来，第一个拿你填了那些魔物的嘴，我看你到时候还是不是这么嘴硬。我早对宋琦这个人的人品不抱有任何期待，可有一事我始终想不明白。忍着剧痛，我盯着魏君芷，我昔日最为敬重的师父。我想不明白，宋琦变心也就罢了，你又是为什么一颗心完全偏向了苏妙英？如今仙门祸事，你竟也能抛下大义，躲在人后坐收渔翁利。可到了这种时候，魏君芷却依旧避而不答。他看着我，目光古怪，是我看不分明的深意。当好你的废物，有些真相知道了，也未必是好事。也别跟我说什么苍生大义，我拯救苍生，谁又来拯救我？他们2人将我捆缚住，合力从我这里夺走了龙吟鞭，又将我丢进了云灵宗暗无天日的地牢。宋琦每日会让人给我讲前线战况，今日沈寂被魔族红莲业火所伤，明日陆少恒被魔族圣女重伤。他们不知道，魔族圣女是我的养女戴欢。当年少恒为了救戴欢，险些丧命妖兽之口，而戴欢为了帮陆少恒拿到救命的长生须，瞒着我们所有人只身入魔域。最后他遣人送回了药，自己却永远留在了魔域。戴欢离开1年后，少恒一人一剑杀回云霄殿，夺回了属于自己的一切。世人皆知莫恒君与魔族势不两立，多次深入魔域。殊不知，他只是想找到魔族那个短短几年时间就杀名在外的圣女。戴欢绝不会伤害陆少恒和沈寂，同理，他们也不会伤害他。随着时间一日日推进，渐渐魔域深处再传不出沈寂和陆少恒的消息。大家都说他们死在了魔尊楼渊手底下，连带着不少仙门精英都被魔族的阵法困住，只怕陨落只是时间问题。魔族压境，人心惶惶，云灵宗却异常镇定。所以那一身鲜血的仙门弟子闯上大殿攻击魏君芷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大跌眼镜。魏君芷，你和你那徒弟作恶多端，勾结魔族，用9州宗门9981名弟子血祭魔族，致使魔界死门大开，诸门派陷落，千刀万剐也不足以平枉死之人心头恨。来人是个高阶修士，带着必死的决心，一剑碎金破玉，竟砍掉了魏君芷半边手臂。魏君芷奋力躲藏，可越来越多满身浴血的修士一个接一个跳上来，围攻起了魏君芷和宋琦。
这些人显而易见是刚从魔域逃出来，个个杀意四起。胡说！此次魔族入侵，我云灵宗也是受害者，我怎可能勾结魔族？你们血口喷人！你和魔尊楼渊签下的心魔契约，我们都看到了。一旦九州陨落，你便和魔族勾结，扶持你上位，真是打得好精明的算盘。这次要不是莫恒君和沈宗主战力卓绝，只怕真要成全了你们师徒两人的野心。魏君止和宋琦哪里是这些高手的对手，很快被瓮中捉鳖，大家群情激愤，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他们两人。最终还是沈寂和陆少恒出面，将这两人抽去灵谷，打入黑牢，让他们日日受万蚁噬心之苦，才平息了众怒。是夜，我、沈寂、陆少恒、戴欢齐聚一堂。我紧紧抱着戴欢，抚摸着他眉心血红的莲花印记，心疼的不知如何是好。真的回不来了吗？阿娘，我以身入魔，连元神都沾染了魔气，回不去了。不过现在这样不是也挺好的吗？他转头瞥向陆少恒，眉眼流转之间，艳光灼目。能睡到仙门第一的贵公子，换做从前，我可想都不敢想呢。陆少恒别开眼，面色冷淡，可耳尖分明红了。莫要说荤话，此次楼渊被我们联手弄死，你虽然能继任魔尊，可还有不少人暗中对你不服气，需不需要我帮你除掉他们？怎么，你担心我啊？没有，你分明就有。哼，放心吧，这次吸了那混蛋几千年的修为，那几个老匹夫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你还是抓紧给我去南海捞东珠去，到时候凤冠上749颗比鹅蛋还大的东珠，一颗也不能少。你也不怕压弯了脖子？你再说。看着他俩打闹，恍惚间我好像回到了从前，我们都还是个普通人的日子。只是还有一点，正在闭关的苏妙英，我让所有人向他隐瞒了消息，所以现在他还在一无所知闭关冲击元婴境。几天后，我在睡梦中被一声惨叫惊醒。江福烟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凄厉似鬼叫的女声由远及近，很快到了近前。沈寂一跃而起，将我牢牢护在身后。看清外面匍匐在地不断尖叫的苏妙英后，他拧眉：他这是灵骨断裂，成了废人。江福烟，你做了什么？你对我的灵骨做了什么？他声音尖锐，仿佛能刺破人的耳膜。仔细看，才发现他身体诡异地折成了两截，整个人灵力正在迅速流逝。你的灵骨，我早说了，偷来的东西不一定好用，你忘了？我不过是在灵骨被踢的时候，在上面下了一个小小的禁咒而已。我的东西，既然我用不了了，那就毁掉。苏妙英崩溃大喊：凭什么？凭什么一母所生你就灵骨天成，而我只能做个凡人？我不服！你说一母所生是什么意思？要不是你那个混蛋爹抢了我娘，魏君止，不对，应该说爹爹他也不会被迫入仙门。你以为你幸运被云灵宗捡回去当接班人培养，殊不知你原本就是爹爹给我选中的容器。你之所以没被爹爹杀了，就是因为你长了一副好骨头。呵呵，蠢货！你认贼作父，当初踢了你的灵骨后，我就应该让爹爹杀了你。他说话颠三倒四，可我还是听明白了。他是魏君止做凡人时和一个女子生下的孩子，后来那女子被镇上富户抢去，魏君止因为夺妻之恨入了仙门，是要闯出一番名堂。可惜他资质不够，只好走偏门，靠搭上宗主独女，做了乘龙快婿上了位。他小有所成后，下山杀了那富户全家，他接受不了背叛，所以连带那个已经给那富户生下孩子的发妻也一并杀了。而我就是那个倒霉的孩子。发现我骨骼清奇后，魏君止便动了心思，为了让女儿日后顺利走上修行路，他开始了一个长达20多年的阴谋。而宋琦是他物色的女婿，为了更好的资源，未来的宗主位，也或许有对苏妙英的喜欢和对我的厌恶，宋琦很快接受了这一安排。师娘则是察觉了魏君止的不对劲，却来不及做什么，就被魏君止发现，继而将他软禁，又一步步让他重病。这也是为什么师娘在见我时泪流满面。我们都是这父女俩的垫脚石。我让人将苏妙英丢到了人间的集市上，她灵力尽失，灵骨已废，整日匍匐在地乞讨为生，这比杀了她更让她崩溃。后来我专门带着师娘去了一趟药王谷，她丹田被废，浑身筋脉悉数被魏君止斩断，想要恢复成从前再无可能。只是在药王谷，多少能让她不再那么痛苦。戴欢现在没了魔尊的限制，时常来找我。有一日他设下结界，同我在玄天宗主峰顶晒太阳，随口问：为什么阿爹当年会出现在云灵山下啊？这个问题我也问过，沈寂是怎么说来着？哦，他说魔域之门在云狼仙境开启是10年前长老测算的结果，我不过是提前守株待兔，没想到会守到你这只兔子。戴欢笑得鸡贼，我才不信，定是阿爹特意去想跟你偶遇。话说回来，阿爹也太不浪漫了，装成什么不行，非装成杀猪匠，听起来一点也不威风。我笑了笑，耳边却回想起那一日。我问沈寂：你为什么喜欢我啊？你还记得有一年南疆异兽受地动影响暴起，你前往南疆去驱赶兽潮吗？我点点头。当年我还是个懵懂的小姑娘，魏君止不让我去，说此事与修行无异。可我听说那些畜生袭击无辜百姓，不顾阻拦，独自一人带着剑便去了。
我也是奉师命下山的一员。你当时骂一大群山猪，分明嗓音如翠鸟鸣啼，可理直气壮，气势十足。我当时就想，这姑娘看起来不太聪明，骂人倒是挺好听的。我当即做事要打他，心里却欢喜的不行。原来那么久之前，我就让这个宗门骄子一见钟情了。